就光这个光啊，就把我给难了，就是难了很那个。这个都是有什么呢？都是有这个来历的，故事的啊。为什么呢？就当时哈，我在写生的时候，其实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峨眉山的一线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过峨眉山，或者有没有同学到过一线天这个景点啊？当时在写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不是太有特点的。它就是一条线，两边一座山。其实你要画的话是非常难办的，非常难办。但是当时呢，我们这个组织去写生以后，组织去写生以后呢，然后我写了生了，写生完了以后，其实这段话就一直就放在这个我的数学本里，也没有想着去画。是什么样的这个让我冲动的去想画这段画呢？就是我看了当时看一个什么呢？就是看一部应该是动物世界当时正在播放非洲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景吧，就是反正动物世界。好，然后其中有一个镜头突然让我脑洞大开，因为什么呢？就是强烈的阳光从树丛中透出来，我突然想起来了。如果我画这个一线天，如果用光线打到一线天这里，然后画出很茂密的一些这个植物啊或者怎么样哈，是不是可以啊？正好有光就意味着这里的植物啊这些生命力很强。你看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出这么茂密的树丛。从这里来说呢，我们就把这段话从画的本质就是看这个画就是一张画的本质上，再把它的意义延伸了。当然再延伸的话还有很多延伸，你们可以去想我们这里不铺开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说这段话的来历就是想给大家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创作的源泉。这个源泉有可能是你晚上出去散步，看到那个阳光从你们这个，比方说之前我在上海，我每天我要怎么样呢？我要很早就要去各个地方上课，经常就是早上我就看到阳光从那种上海有些街道有很多的梧桐树，是吧？很多的梧桐树，我骑着我的那个电摩托那个时候叫燃油助动自行车反正就其实也是摩托车只是改了个名字，大家好上牌。好。然后我就经常会看到什么？看到阳光从树丛中射出来，真的很美。有时候呢，上海的冬天像这种天气，到了4点多就已经天就黑了。有时候我们下了课以后回来也能看到这个光穿过来，这都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就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去找到创作的一些源泉。有很多的学员，也很多的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面授班的学员、网络班的学员，都建议郑老师是不是画一张生命给我看一下？我们太喜欢这张画了，这张画让我勾起了无穷的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叫我画，我都没有去画因为说实话，就刚刚在上课之前就说了，这张画它牵扯了很多的技法我当时创作这段话前后真的花了几个月时间。这几个月时间不是说我每天都在画，不停的在改动，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这里也有几束光，是吧？也有几束光过来。当时就为了这个光不像别的东西不像小路还可以弯曲，光一旦射出来它就是一股直线，是吧？就是一股直线。然后呢，边缘你还不能把它画得太生硬。如果是比方说我们就直接唰来几条，把那个很生硬的光把它画出来了，那也好办它边缘还不要太生硬。那当时是想了很多办法，才开始是想的是用这边钉根线，那边钉根线，怎么样好，后来用报纸报纸又短了，干脆用宣纸宣纸又要漏墨，反正是想了很多办法。而且光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点
然后射出去了。今天大家看我给大家发的这个图片哈，在我们群里发的图片，它是放射状的，它不是说是一会儿这束光往这边流，一会儿那束光往那边，是吧？它必须是在这里有一个点，然后放射状往外开的，每一条线都是放射状，都是这边小这边大啊。所以在画的过程中啊，叫各方面都要考虑到，都要考虑进去。有难度哈，有难度，我们争取把这张画画好。我今天创作的这个地方不是峨眉山的一线天了，现在创造的地方是张家界的这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一个景区啊，非常漂亮。我前段时间刚去了，今年这边组织一个写生活动，我刚去了。它叫什么？叫朝阳地缝，就相当于什么叫地缝呢？就相当于我们这里哈，它突然这里就是一条缝，好，必须要怎么样呢？峨眉山的那个一线天哈，它是人在下面，然后一座山起来，它这里是怎么样？是从顶上直接走下去，然后再看上面的，再看上面是从地下往上看啊，也是有很多的。只要当然要想照的，今天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照片哈，那很难的，这是我网上搜的。我们上次去天气不好，没看到阳光，即便是看到阳光，也只能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你比方说，正好这个阳光在早上9点或者8点钟从那个天上射到这个地缝上，才能看到这种形式的。如果你早点去了，没有；你晚点去了，太阳已经飘过去了啊。所以说要拍到这样的照片也难，因为什么呀？因为说不定从你这里开车过去，或者那边开门啊，都已经就阳光都过了啊，是吧？或者要到下午啊，它正好阳光，它正中是不行的，哎，要撤到一定的这个地方哈，然后正好照进这个峡谷里面那种感觉哈。有机会的话，像下次像我们这个有机会可以带大家有这么一条线路到朝阳地缝去看一下呀，或怎么样哈。好，我们今天在说这个之前哈，就给大家说了一下我这个画这个光的当时的一些故事吧。我觉得也挺好，就是说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啊，像这段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是至今以来得到表扬或者得到肯定和否定最多的一张画啊，有很多这个当时我在成都哈，因为我是直接去参加了展览，然后自己办个展的时候也把这张画拿出去展览了。当时可以说是成都最顶尖级的画家，有些画家给我说：“哎呀，小曾啊，那时候很年轻，才20来岁，小曾啊，你这个画开创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新纪元，反正听得我心花怒放啊。”另外有些也是顶尖级的画家，这个叫什么中国画？中国画怎么可能用这么强烈的光去表现呢？啊，这完全是在亵渎我们这个中国画。所以说可以说是表扬和批评是相等的。但是我给大家这么说了哈，我们画画不要因为某一个人说了某一段话，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前面的努力。那如果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你永远当不了画家，也永远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很简单一条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之前我们组织一个，是我们当时翰林艺术学院，我在翰林艺术学院当老师然后组织了一些当时画得很好的学员，或者是这些人去某一个地方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画点画。同样两个很知名的画家来，一个画家看到一个人的画，把他表扬一通；另外一个画家看了一个人的画，同样一张画，把他大大的批评一通。你说怎么弄？所以说不管是专家也好，不管是什么样也好，你只要认定了你要走的方向，那你们就大胆的去走大胆的去走下去，肯定只要你坚持下去了把它做到最好。
就跟我一样的。那我们这一路走下来，大家肯定已经有很多的学画的这些学员哈，你们肯定也听到各种各样的言论，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曾刚的画画的真不错，出了很多画册，我看了画册，我觉得画的很好。也有人说，哎呀，曾刚的画他的画的不好，他把西画融进到国画，这个路子走不通，多得很。我也听到很多，我相信你们也听得有，其实都无所谓啊。用历史去来衡量，或者历史来说，是吧？用时间来说这个画啊。如果是比如说100年以后，还有人觉得，哎，看我的画，觉得这个画可以不错。因为什么叫传统啊？传统就是几百年、1000年以后，说不定还有人都说你的画好，那就叫传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创新的也好，或者有什么样好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创新的、现代的，无所谓啊。争取我们就，因为我还年轻嘛，虽然我现在已经岁数蛮大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哈。在艺术的道路上，我还是个小学生，啊，我还是个小学生，我还要在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去钻研一些新的技法，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认可我的这个说法吗？如果认可的话呢，你们就按照我这个走，不管你画什么类型的，不管以后你是画彩墨山水也好，还是把你之前学的画和彩墨山水融到一起也好，还是你画干脆都不画，你画别的，自己开创一种方法也好，都可以，只要你把它做到更好，是吧？好，上课之前给大家聊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还比较低了一点哈，再高一点。我是小学生吗？你们就是幼儿园嘛。还有这个，别人常说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吧？你们在这个学习彩墨山水画，你们叫我老师。在别的方面，比方说我们群里其实藏龙卧虎啊，我们班上藏龙卧虎，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在你们特长的那一块的话，我就叫你们老师了。啊，所以说没有关系的啊，好多人都觉得哇，曾老师啊，你这个出了你这么年轻，出了这么多的画册，或者你怎么样啊？其实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是吧？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也不要去那个，因为构图已经基本上就发给大家了。基本上呢，这个构图呢是按照我刚刚给大家发的那种构图来的，不过有所变化哈。这里马上我就要给大家说哪里有变化了。我们首先你看，我就把这个墨啊，因为这个是昨天的墨，它放到这里以后有可能会沉淀一下，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怎么样呢？把它搅和一下，把下面上面搅成一样。有条件的话，你们可以，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班上有没有的学员是就是磨墨，就是专门买那个墨啊，拿来磨着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你更好啊，更好。以前古代的话，哪有什么现代的还专门弄好的墨汁给你啊？以前古代都是配了个童子，老师在创作啊构图的时候，下面童子就在哈哈的墨，后来人懒了啊，专门研制了磨墨机啊，就是专门有一个机器，只要一通上电以后，它就日给你磨着走，也挺好。好，我们现在把它，你看用了非常焦的墨哈，完全就是焦墨哈，没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还有水分啊怎么样啊？我们首先我的习惯哈是怎么样呢？是先把
这是前面从下面逐步往后推。但这张画呢，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立体的一个面哈，上去以后一块山石很高，顶天立地，从下面一直到顶上。我今天发的这个图片没有这块山，没有这一块。但是如果完全照着它画，就直接一个栏杆的话，因为我们当时拍照大家都知道近大远小啊，是吧？我站在这个地方拍的时候啊，只看得到一根这个，但是这里是很长的，所以我们就画的时候，首先第一，要想把光把它全部给它就是表现出来，那我要画这些山石啊，可以这么说吧，基本上就让它非常的深。好，大家看哈，我现在不管我画的再深，或者是到时候在画完以后哈，你会觉得哇这一块长得很深啊，很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在画这些山石的时候，你都要怎么样呢？你都要，这里面的结构这些都要有，因为大家肯定看到了，这里有条印子，是吧？有条印子，刚刚往这里画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条印子。好，马上我就在画的时候就注意了，注意什么呢？你看我画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就可能在这个地方直接画一根线，能破了，你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印子给迈过去了。大面积的，就是在画这一块的时候，这上面大家看，好像我把这一块画的比较清晰，是吧？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这顶上还有一块非常深的墨。我刚刚说了嘛，我们这个山石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呀？就是顶天立地的。我是通过这里的反差把这里衬出来。把这个衬出来哈，然后这下面还没画完，靠近这个边上，基本上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深的。这个两个脚丫子嘛，马上就没了。好，再往下面走的话，就用我们这种叉的形式，你看用叉的形式，就把这个山石我这么一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这边鼓出来的，这边凹进去的，是吧？就把它的层次感把它表现出来了。至于上面的话，我们再说，先把下面先画好。下面这里也是需要蛮多的这个时间来表现，因为什么样呢？因为这个栏杆就已经就蛮难的哈。
但是我们画栏杆也是很简单。我看我们这学期画栏杆没有？这我教大家怎么画哈。你看我这里也是简单的用铅笔稍微勾了一下啊。既然有栏杆，这里可能就有路。虽然我们这个构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条路哈，但是肯定下面就有，所以我这里就画了。画了以后，像这种形式的栏杆，它很简单。从我们构图上来说的话，从构图上来说，首先这个柱子，就是我们这个柱子，不管你怎么去，还是这么说了哈，不管这个我们从哪个角度是俯视、仰视还是平视，但这个柱子你要保证它是垂直的啊，这个是很重要。你看把它画了以后。你看这个，不管它怎么斜怎么歪，哎，也是做到近大远小。包括这些柱子啊，都一定是要垂直的啊，都一定要垂直的，因为也是要做到一个近大远小。好，这是前面的一个哈，这后面的呢，这个就简单一点，因为前面的呢，这根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度，我们画的哈，就越往后面的话，那个柱子就越小一点，是不要有这么大的，但是不要，当然也不要反差太大哈，反差太大了呢，它也看出来。这里都已经是相当于就是说它是很侧面了，所以说你看几乎
这个地方就画的就很密。如果我从这个角度往这边看，它看得出缝隙，但是我是从它的侧面看过去，几乎看不到缝隙了。把它画了以后，大家看，就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感觉到，我的视线是比较高，才能看到它这个顶，是吧？包括这些路啊，这些，这个路倒是我会根据情况来调整，用30的情况来调整它这个路的宽和窄。好，把它画了以后，这里我就要稍微拐个弯，转个弯了。你比方说，我画铅笔印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但我觉得画到这里了，我把它降低一点。降低一点以后，它本来是这样子，你看它要是直着上去，这么上去的，我现在这么一降，这个好像就是它这里怎么样了？这里就小一点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这里是一个转弯的，这个透视啊，如果是要学习彩墨山水呢，适当的不管学习什么，我觉得不管是传统的山水也好，还是怎么样，适当的学一下透视，这个肯定对你画画是没有坏处的啊。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比较小下去了。所有的线条都要做到什么？做到力透纸背都要做到力透纸背。下来，弯上去。大家看我就这个就什么样呢？这个就起了一个什么？起了个长的作用，就是我现在这里呢，差不多，你看这边的路比较宽，是吧？这边路比较宽，然后呢，由于这块石头，它是你看本来是这样子，如果这么下来，这个路就很宽，它是这么弯过来，就这里鼓出来了，鼓出来以后。明显感觉到，这里就被挡住了，只露出一点点。我们当然要画这个路的话，这个路呢有很多种的画法。平常的话可以画楼梯，但这个一看它就不是楼梯，它是平板的。平板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呢？用这种形式经常我看。
大大小小的石头，因为我们现在。越往前面走的话，这个石头呢就越大，因为就说了近大远小。把这边擦一下。那到后面就很简单了，是吧？后面这里就稍微有一些感觉，它这样子你看，明显就跟它两个就分开了，一个很粗犷，一个很细腻。在这个细腻的同时，大家看这个线条，其实也是很粗犷的哈。也是我们把它画好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笔啊，把这个鹿的立体感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鹿的立体感表现出来呢？你比方说，我刚刚这里画的有线，你把它，把它稍微擦一下，这块面些也是把这个。你看这么一擦，是不是一下子这条路啊就感觉到很有那种年份感啊，很有年份感了。我们把它画了以后，有些地方可以，你比方说这个这些路跟这个石头的衔接上啊，你让它感觉到自然一点，你可以怎么样呢？点点苔啊，或者是画点草。稍微这么点点苔啊，这些画的这些小的这些，包括这个路上也可以点点苔，一下子你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感觉很舒服，是吧？然后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这个山石，本来它以前没有人来的时候，没有人开发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这怎么就没有这些东西，是吧？好，我们把这里画好，这里可以把它加深一点，为什么呢？为了把这个路衬出来。本来没有这个路的时候啊，这个山石是这样过来的。
对了，今天还有我们网络班的学员问我，就是说老师明天的直播在哪里看啊？明天的直播的话，晚上7点半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啊，不是我们这个直播。然后大家只要这个用快手或者是抖音搜索一下“增钢彩墨画院”，关注一下，然后晚上7点半点击老师头像进去就可以了。你看，即便是这个已经比较远的这个石头，哎，我们也是线条啊，也是要做到有质感。形皮上你看有顿挫。为了把这个栏杆更好的衬出来，靠近栏杆的地方啊，你看我基本上都是很深的墨，是吧？都是很深的墨。下面是流水啊，这里呢，为什么我今天选择这一张呢？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瀑布，哎，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哈，非常漂亮。如果今天我们，哎，这位同学他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同学，他也发了一张这个光哈，其实那张光啊，画出来也很漂亮。靠近水的地方，我都把它画的比较深，啊，画的比较深一点。你看，今天我画这个水跟平常画的水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而且反差很强烈，就是包括我处理的这下面这一块啊，这些啊反差都很强烈，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要突出这个整个的光的一些这个哈。好，把它画好以后。到了远处以后，到了远处的话哈，我明显大家看这个，一个是线条变得更细了，整个的这个栏杆也是越画它就由于近大远小嘛啊，越来越透视，把它就不要画这么大了。其实这都很简单，你只要把它的结构掌握好了以后哈，你看这都很简单。再往远处走啊，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栏杆这里就画完了，画完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一个整体，是吧？从这个地方，你感觉从这里要走到这边来，这里可以适当的可以来，这里还看得到一点路，到这边就看不到路了。稍微有一点，到这边就被栏杆挡住了，这个转过去这条路是吧？就这样子了哈。把这个画好以后，然后我们就要干什么呢？这里就是要注意了，要开始画这个山。画这个山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光。所有的光啊，这里所有的指数光都得把它移过来。比一下，从侧面看一下它是不是直的也不要说是它一定是要把它画的是笔直的哈，就是大概的感觉，你从这里从旁边看一下如果是有弯的地方，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就是说这个光它不能去转弯的，是吧？把它调整了以后，你看我们这里就开始画这个在画的过程中就是要注意，为什么我把这个光一直要画到这里因为它从这里隐隐约约它就能够感受到了。比方说我们现在从顶上画吧。这是很有难度的。你看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这里，因为它是离这个光比较远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会隐隐约约有一点光的影子，但是这个30，哎，你还是把它怎么样呢？你看这个还是有这个30，要有它一个连贯性，在有它连贯性的时候呢，哎，你还要去特别是到了后面啊，基本上你看，你基本上就看不出来这里还有光在射上去的感觉。但是等我把整体的感觉画出来以后，你就会感受到了。啊，这里虽然有一点点哈，但是你会感觉到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点。这里呢，你看这束光就这么宽，到这束光呢，它就这么窄，是吧？一定要有大有小，这一束呢，它就又要这个大一点啊。它主要是取决于它从上面透过来的缝隙的大小啊。有些光甚至到时候说不定就是一点点，指到这里这些哈啊，就各种形式的。这个难度是有时难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光啊，它不是平行的，它是放射状，而且它是斜着打下来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啊，它就是怎么样呢？哎，基本上大家看哈，这束光它又比较粗一点。边缘都不能让它太光滑啊，要自然。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说呢，画这个光啊，画这个光它画出来，你们会觉得哇很漂亮，但是真正的它这个在画的过程中会给你们带来
很多的这个麻烦。你比方说，我们平常画一块30，是吧？平常的话，那是非常，你看我开始画旁边这块30是非常粗犷的，啪啪啪几笔就把石头的块面啊这些画出来了。哎，这里啊你就不能了，你必须到了光这里啊，你就必须怎么样呢？就必须把这个光留出来。对，留出来就算了嘛。如果我们这个比方说把这个光啊就这样子留出来，那好了。关键是你还考虑到这个光，它又不可能说是有非常的亮，除非是最前面的哈，它能够把它挡住。这些地方是挡不住，还透过去，还要看到里面的30的结构。好，这下面就是一条小溪啊。这条小溪，这里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瀑布，还有很多的这个流水都流得很好看。我记得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这个微信不是微信，那叫抖音的这个上面去哈。今年大概在几月份吧，4、5月份，我专门发了一个这个就是到朝阳地缝去写生的这么一个视频。哎，大家看这个小溪流得很漂亮，好多人都说这个是仙境啊，这个怎么样啊？你看，今天我基本上为了让这个为了让这个光更强烈，我基本上都是干什么？都是用的比较深的墨都是用的很深的墨。包括我们画这个水，你看再画到下面这水的后，然后用这个笔，这时候已经水分很少了，把这个水的让花呀或者怎么样水接触到这个石头上的感觉，把它给画一下画一下以后，我们这里面就有画了以后，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个水口，是吧？这个水从这边流过来到这边，有些地方这个落差比较大一点。为什么落差比较大呢？因为我这里有块石头，你看我水中的石头我都把它画得很怎么样呢？很简单，都把它画得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到时候我都要把它做这个颜色都要做下去就是我一般的给大家这么说了哈，一般我们要安排这么一个水口下来以后，
都会在这个地方安排一块石头，但是一定要配合这个岸边的，在画之前就要把它想好，啊，就要把它想好。这个你看这么一个出来以后，哎，这个地方我在画的时候也是就想好的。它这里这个落差有多大，这边的落差就画多大。你不要这里只有这么小，这边就画到这里来了，那就不行哈。老师用的是大使唤笔，所以大家感觉的话，一笔墨啊能够画很久。因为大使唤笔的话，储墨量要比中使唤多很多。这里也是利用这块石头比较深的石头，把这个地方稍微把它给画一下，哎，你看这一块又出来了，是吧？这一块出来以后，我在画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我又让它有一个落差，那我们就很简单。你看这里，我们在画的时候，我这里啊虽然还没画，但是我已经把它的层次把它画出来了。它就是这样子，这个水冲到这里，由于这块石头它凸出来了，水到这里以后呢，啊，它这里就有个转折，转折这里转过来，好，这就是一个层面，这里又是个层面，它是两个层面，啊，你不要这里画好以后。这边这个石头，那这里就相当于有一个直接有个落差，直接有个落差哈。他们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的块面，那我这里就会安排一块比较大的一个块面。你看这个的宽度是吧，跟它的很多石头的宽度是一样。哎，这个才真的像一只鞋子啊，不要把它像鞋子啊。好，这个水从这里冲下来。这个布石啊，其实是很关键的。布石，这个石头你布石布得好的话，那这个水倒是就很好。如果布石不好的话，你比如说我要画这个石头，这里一块这么大的，到这里也是这么大一块，这里也是这么大一块，都是等距离的，那就不行了。你看我现在还没开始画，但是你已经感觉到这个水前后左右啊，这个水的流动啊，这些都出来了。是吧？啊，你看，我们现在把这里画了以后，下面到时候就无所谓了。下面我们就随便画一点这个水啊，画点这些水流的感觉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这个水画好以后，把石头画好以后呢，就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我们就把水画了。其实这样的话，要画的话还是时间用的蛮长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
现在是3:03，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3:13啊，再准时上课。播放